我是将军府的嫡女，不幸的是，我在襁褓时就失去了娘亲。父亲1年后娶了继母回来，继母不曾搓磨我，也不曾喜欢我。好在我娘生前给我留下了一桩好婚事，原本等到日后好嫁过去，却没想到未婚夫会亲自上门来换婚，他要娶继母的女儿为妻。室内冷住几息，继母似笑非笑地看向我，说道：“愣着做什么？还不上去扇他的脸！我昭永将军府的女儿什么时候沦落到让他人来任选的地步了？”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达达听书，我叫崔瑜，在京都众世家眼里，我是那早死了生母的小可怜。毕竟父亲忙于公务，继母对我也并不关切，我是被放养在后院长大的女儿。像我这样的女儿，并不会被有底蕴的世家选为他们未来的主家娘子。好在生母去世前为我留下一门好亲事，生母为我选的夫家是她幼时手帕交的夫家，正是如今平章政事和大人家的二公子何树。昨日继母院中派人来说，今日我那未婚夫家要派人上门来送中秋节礼，让我今日准备一下。林嬷嬷一早就给我收拾妥帖，直到我喝完了一杯茶，看完了半本书，何家的人才来。当我赶到外厅时，却看见何树站在继母跟前，一本正经的见礼。我没想到来送节礼的人会是何树，他看见我的下一刻，不经意间挑了挑眉。我与何树虽是自小的婚约，但是却并没有见过几面，而且我比何树还大个半岁。我知道他很在意这一点。我与何树相互见礼后，他一甩袍子坐下，便直接开了口：“崔姨母，小侄此次前来，一个是因为中秋节将至，我来送节礼；二个便是小侄觉得我与姐姐并不相配。”何树的话说得直白，还未等我们反应，他又自顾自地开了口：“不过，如果崔姨母愿意将君越妹妹嫁给小侄，小侄自然是乐意之至。君越，崔君越是继母的女儿，我的妹妹。”屋内瞬间冷住几息，下人们眼观鼻鼻关心，不敢抬头看主子一眼。唯独何树一脸满不在乎，甚至用希冀的眼神看向继母。我不由得皱起眉头，何树是故意的。果然下一刻，继母便冷然地看向我，她眼神发冷，强忍着怒气说道：“愣着做什么？还不上去扇他的脸！我昭永将军府的女儿什么时候沦落到让他人任选的地步了？”继母话音落下的瞬间，在座的所有人都下意识抬头看向他。下一刻，继母身边的嬷嬷就将一把戒尺塞到了我的手中。“大小姐，用这个，顺手。”我攥紧手中的戒尺，看向愣神的何树。双目对视的瞬间，何树猛地起身跳开。“崔姨母，默契默契，我开玩笑的。”说完，他连忙起身从崔家外厅中跑出去。继母猛地站起身，手指着何家带来的东西，怒喝道：“来人，将何家的人和东西全给我扔出去！”等到何家的人和东西都从继母面前消失后，继母坐在上位喝了口茶，头也不抬地问我：“你怎么想？”问我怎么想？我能怎么想？何树年少不经事，此事定是他背着何家双亲私自前来的。我低下头，斟酌道：“母亲觉得女儿应该怎么做？”继母起身往外走：“此事我会说与你父亲听的，你先回去吧。”是。继母临走到门口处，突然停了下来，她转头看向我：“你当要有自己的主意才是，不仅仅是这一桩婚事。”我看向继母，她的眼睛很漂亮，小的时候我也曾贪婪地去寻找她的怀抱，去喊她娘。她也曾抱起我，但总是一遍又一遍地告诉我：“阿瑜，我不是你的娘亲，日后叫我母亲便好。”后来到了知事的年龄，我便知道她这2句话的含义了。继母似乎并未想听我说什么，她脚步很快地离开了外厅。林嬷嬷有些小心地看了我一眼，她深深地叹了一口气：“主子，此事千万别放在心上，何二公子如今年龄还尚小。”我抬手打断林嬷嬷的碎碎念：“嬷嬷，我知道我嫁给的是何家，何伯父和何姨母一定会对我很好的。何树他虽这般不经事，但是到底也算不上什么大错，对吗？”“嬷嬷，您是想要说这个吗？”林嬷嬷苦笑了一下，未再言语。我自小丧母，是林嬷嬷和孙嬷嬷将我带大的，2位嬷嬷都是母亲跟前的老人。我知道林嬷嬷的意思，
但是继母那句话像是一个魔咒，不停地在我心口盘绕。你当要有自己的主意才是。晚间父亲罕见地来了我的院子，他身上的五服还没换下，我知晓这是他刚回到家就来了我这。父亲示意我坐下。阿鱼，我从你母亲那知道了今日何叔做的事情了，我已经去信给你和伯父了，他也很快回了我，说是会教训何叔，并且说今日的事情他们并不知情。明日你和姨母会上咱们家来，他的意思是一个是想要为何叔道歉，一个便是想来看看你。父亲一直在说，他突然发现我一直未曾抬头看他，也未曾开口。阿鱼可是有什么事想要和爹说？闻言，我直起腰，问道：爹，我一定要嫁给何叔吗？父亲似乎是没想到我会问他这个问题。良久后，他突然低下头，不敢看我。这是你娘生前嘱托我一定要完成的事情，你和姨母也拉着你母亲的手发誓，一定会对你好的。阿鱼，我知道了，爹。我和何叔的婚事是我娘生前为我做的最后一件事，我爹不想违背我娘的意愿，而我也不能辜负我娘对我的爱护。第二日，何姨母带了很多礼物上门来，继母识趣地将地方让给何姨母与我。我想过何姨母会说很多，但是没想到她会说：阿鱼，何叔这个狗贼，你不喜欢他，咱们就换一个。你于林哥哥明年游历就回来了，你觉得他怎么样？于林是何锦的字，何锦是何叔的哥哥。显然何姨母认为他的这个提议好极了，我却被吓了一大跳。姨母，阿鱼，你于林哥哥从小就疼你，你放心，你要是嫁给他，他一定会对你好的。你娘将你托付给我了，我一定会对你好的。我知道何姨母的好意，我伸手握住何姨母的手，真心实意地向何姨母道谢。姨母，我并未因为何叔而伤心难过，我知晓他少年心性，姨母也切莫在于林哥哥面前提出此事。于林哥哥只是将我看成妹妹，我也将于林哥哥当成哥哥的。何姨母似乎不太赞同我说的这句话，她想要继续劝我，我连忙开口道：姨母，中秋节将至，我给您与何伯伯做了2双鞋子，您看看喜不喜欢？林嬷嬷连忙让人将我做的鞋子拿出来。何姨母爱不释手地夸赞：真好，你的手和你娘一样巧，我成婚的时候，你娘特意给我绣了一套龙凤被，不知道她熬了多少夜才一针一针绣完的。说到这，她哽咽了一下，立刻转移了话题。送走了何姨母，我将给父亲和继母准备的2双鞋也让人送了过去。晚间我躺在床上怎么也睡不着，辗转反侧之际，我猛地坐起身来，前往放着我娘牌位的祠堂。我跪在我娘牌位前，想说些什么，又不知道说什么。良久后，我才开口：娘，您真的觉得我嫁去何家一定会过得很好吗？我今年17岁，何叔还有半年才17岁，我要等到他18岁才能成婚。我知道他其实并不想娶我，之前我们曾在踏春时遇到过他与友人同行，他故意御马走到我跟前来说：于姐姐，踏春就应该御马呀，你坐在马车里有什么意思？说完他就要伸手将我从马车里扯出去。我吓了一跳，怒斥他不知礼仪廉耻。何叔恼怒地抬腿跳上我的马车，他咬着牙说：我就是不知廉耻，怎样？于姐姐日后还不是要嫁给我？想到这，我突然很不想嫁给何叔，我不喜欢这样的人，就像何叔不喜欢我这样的人一样。我娘牌位前香烛的烟缓缓升起，最后又渐渐消散在半空中。我起身回了院子。第二日起床后，我吩咐林嬷嬷准备马车，我要去军营找我爹。林嬷嬷有些惊讶，但是也没问什么。军营虽在城外，但是距离不算远。到了军营后，门口的军卫让我在门口稍等，他去通报一声。我站在军营门口等我爹的人出来接我。突然远处传来了马蹄声，我快速抬头看了一眼，是一队骑兵正朝着军营的方向快速驶来。林嬷嬷连忙将我往后拉，我也低着头准备等这队人走过。马蹄声越来越近，突然我听到有人勒住了马，停在了我的跟前。我微微一抬头，映入眼帘的是一匹黑马正在歪着头看我。我被吓了一个激灵，往后退了一步。我刚准备抬头说话，就被一道低沉清冽的声音打断：随风。
不可淘气。男人抬腿下了马，他看到我后有一瞬间的惊讶。崔姑娘，你怎么在这里？我也认出了他，见过世子，安亲王府的世子爷楼直。楼直对我抱歉地笑了笑。崔姑娘刚刚是不是被随风吓到了？抱歉，我代她向你道歉。我勾了勾嘴角，看向那匹很高很威风的黑马，笑了笑。世子客气了。楼直还想要再说些什么的时候，我爹已经快步走了出来。楼直对我微微点了一下头，就先走了。阿鱼，你怎么来这里找爹了？我站在我爹面前，攥紧了手中的帕子。爹，我想给您说一件事。我爹点了点头。好，你说。我深呼一口气，才开口说道：我不想嫁给何树了。我爹有一瞬间的怔住，他试探地开口：可是何树那小子又做了什么事情，让你不开心了？我摇了摇头，反问道：爹，你觉得我嫁去何家真的会过得很幸福吗？我爹没懂我的意思，我继续说道：何伯伯如今虽然是平章政事，但是大家都知道他是未来的左相，于林哥哥明年游历回来也会进入朝堂，何树是何伯伯的二子，自然也不会太差。爹，我嫁给何家算是高价，何姨母又一直记挂着和我娘的情谊，所以她对我很好。何树不喜欢我，我嫁过去后和何树一定会有很多矛盾冲突的。何姨母就算在顾念和我娘的情谊，那她又能顾念多久呢？何树可是她的亲儿子啊。我抬头看向我爹，他却转头错开我的视线，说：可是你的婚事是你娘给你定下的，她对你的爱护之情，我猛地出声打断我爹的话。爹。我爹皱紧眉头看向我，我直起脊背回望过去。爹，您发现了没有，无论是你也好，是何姨母也好，你们每谈起我的婚事，说的全是和我娘相关的。你们都无法辜负我娘的心愿，所以你们认为我也不应该辜负我娘对我的好意。可是，爹，我娘已经死了，她死了16年了。16年前的她并不知道何树会做出上门要换婚的混蛋事情。我娘死前做出这个选择，是因为担心我。她担心我日后没有人疼，担心我长大后会被你随便嫁出去，所以她临去前求和姨母结下这门亲事。所以你们只要看到我，就会想到我娘，就要提一次我娘对我的爱。但是，爹，你都要忘了我娘了，我又能靠着我娘和何姨母的情谊，在何家过多少好日子呢？我爹听到我的话，瞳孔猛地收缩了一下，他下意识地问我：你母亲知道你今日找我要做什么吗？我摇了摇头。爹，我是您的女儿，不是母亲的女儿。我爹似乎没想到我会说这样的一句话，他嗫嚅了下双唇，没说出话。见状，我直接说明我的意图。爹，你去何家退了这门婚事吧，我和何树不合适，我也不想活在一直被人提醒我早死了娘的事实中。说完后，我想了想，还是决定告诉他，明日是我娘的忌日，我要去青山寺给我娘祈福，今日正好出了城，我也就不回去了，准备直接去青山寺。我知道我爹已经不记得我娘的忌日是哪一天了，没关系，我也从来不指望他记住，毕竟他也未曾有一年记住我的生辰是哪一日。良久后，我爹才开口：行，需要我派几个人送你去青山寺吗？不用。临分开前，我又提醒了一遍我爹：爹，你好好考虑一下，记得去退婚。我爹没点头，也没摇头，只是静静地看着我离开。上了马车，显然林嬷嬷不认可我刚刚的做法。我没辩解，只是说，实在不行，嬷嬷和我爹一样，晚上做梦梦到我娘吧，你们正好问问她的意见。林嬷嬷被我逗笑，她笑着给我穿上披风。老奴都听主子的，主子说怎么做，老奴就怎么做。主子即使不想嫁人，小姐留下的东西也够主子活一辈子的。我有些鼻酸，想到去我娘老家处理事情的孙嬷嬷。嬷嬷，您说舅舅和孙嬷嬷会不会也觉得我辜负了我娘呢？林嬷嬷伸手将我抱进怀中。主子，小姐的心愿一直都是希望你能过得很好，只要你好就行了。马车刚行驶到前往青山寺的官道上，就有一匹快马驶来，拦住了我的马车。林嬷嬷掀开车帘看了一眼后告诉我，是何二公子。还未等我说话，何树的声音就在马车外响起。他说：崔瑜，你给我娘说了什么？
你这个喜欢告状的家伙，就那么想要嫁给我吗？不知道的还以为你嫁不出去，非得死缠烂打着缠着我呢，呵呵，真的是可笑极了。他话中的讽刺刺得我眼睛疼。何树，干什么？突然我发觉有人跳上了马车，下一秒何树猛地伸手扯开我的车帘。你干什么？何树嗤笑一声。怎么？不能看？你不是要死要活都要嫁给我的吗？小爷现在也不在意，我愿意娶你了，等我娶了你回来，看小爷怎么治你。我沉下脸色，晦暗不明地看着何树。何树，请你给我放尊重点。尊重？我不就是去你家说了那么几句话吗？你爹又是给我爹写信，又是让我娘给你道歉的，你这么大的脸，不就是因为你那个早死的娘吗？住嘴！我猛地从车厢中起身，半跪在何树面前，在何树猝不及防的瞬间，我对着他的脸狠狠地扇了过去。何树的脸偏了过去，他怔住了好一会儿，才用舌头顶了顶被我扇的那半边脸。他沉下脸色，一把伸手揽住我的腰。你打我？我攥紧手指，回望过去。如果你现在不松开我，我不介意再扇你一巴掌。何树笑了一声，双手搂住我的腰，一个转身就将我抱下了马车。还不等我站稳，他猛地使劲将我推倒在地，吓得林嬷嬷从马车上摔了下来。还不等我反应，一个男人快速将我扶了起来。是楼直。楼直站在我身旁，问我：崔小姐可有哪里受伤？我摇了摇头，身边的丫鬟赶紧上前来扶住我。楼直一直没看何树，他注意到我右手手背上被石头擦伤了。崔小姐，你的右手受伤了，在下冒昧了。说完，他就要伸手给我处理伤口。何树这时突然一个箭步上前，将我的胳膊从楼直手上扯了下来。他目光不善地看向楼直。安亲王世子，于姐姐是我的未婚妻，你当着我的面拉她的手是不是不好？楼直闻言机不可察地勾了下嘴角，未理会何树，反而将目光看向我。我狠狠地甩掉何树拉着我的手，怒斥道：如果不是你将我从马车上摔下来，我也不会受伤。楼直看也没看何树，只是问我：崔姑娘，你现在想要走吗？我点了点头。楼直闻言将我扶上马车，转身对他身边的侍卫吩咐道：将何二公子送回何府，今日在这里发生的事情也要尽数告知崔将军。楼直在此时也终于看向了何树。何二公子，我受崔将军所托，将崔小姐送至青山寺，先行告退。楼直突然不顾何树的叫唤，快速带着我离开了这个地方。上了马车后，林嬷嬷伸手掀开了我的裙子，何树将我抱下马车的时候，我的小腿狠狠地撞在了马车的车辕上。如今掀开裤腿一看，已经青了一片。我制止住林嬷嬷想要给我上药的动作，等到了寺中再说。楼直执意要将我送到青山寺门口，我站在门口向他道歉。楼直笑了笑说不客气，随后将2瓶药递给我，一瓶止泻，一瓶化瘀，效果很好，崔小姐可以试试。多谢世子，但是我随行的行李中有药。楼直没强求我收下，反而说：崔小姐，我们进去吧。我有些惊诧，世子也来青山寺上香吗？不，我来这小住2日，请崔小姐。等我处理好伤口，给我娘点好长明灯，我才静下心来想今日发生的事情。何树说好听些是有些少年心性，说难听点就不说了。往日看在他比我小的份上，我不曾与他计较，但是今日的他着实是过分了些。海棠，你让你哥回家去找崔九叔要几个人来，让他们来青山寺找我。海棠是我身边的大丫鬟，他哥也一直跟着我做事，他们都是我娘给我留下的老人。崔九叔则是我们崔家的管家。海棠应了声就下去了。我原本是准备抄写经书的，但是想到了一些事情，便起身去寻楼直。我带着林嬷嬷走到楼直小住院子门口时，他正在练刀。小院正好开了个门缝，楼直身边的侍卫眼尖地看到了我，连忙迎上来：崔小姐，您先在院中小坐一会，我们家世子突然想要练练刀，您看这只能劳烦您先等等他了。我点头称是，坐在院中的石凳上，看着楼直一刀又一刀的练。
我放空自己，没注意到楼直已经练完，走到了我身旁坐下，直到他出声，我才发现他练完了。崔小姐，啊，世子这是练完了。楼直似乎有一瞬间的凝滞，他点了点头称是，随后问我，崔小姐找我是否有事？我将准备好的礼物推到楼直面前，多谢世子今日的出手相助。楼直看着推到他面前的盒子，有些意外地问我，送给我的？是。崔小姐实在是有礼。我抿了抿唇，犹豫片刻后还是问了我想问的问题，世子是否真的把今日何叔做的事情告诉了我爹？显然楼直没想到我会问这样的问题，他反问回来，那崔小姐是希望崔将军知不知道这件事呢？我坦诚地告诉他，不希望。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，楼直嘴角的笑意逐渐消失。我听见他问，为什么？我想了想，这是我与何树之间的事情，我自己能处理好，所以如果世子还没有告诉我爹的话，能不能就不要告诉我爹了？楼直修长的手指摩挲着手上的杯子，良久后，他缓缓开口，既然崔小姐不想让崔将军知道，那我就不说。我连忙起身向他道谢，并提出告辞。回去后，海棠告诉我，他哥已经回到了京都，我要的人今晚就能到。我想了想，你晚上等你哥回来，告诉他留下2个人帮我看看楼直想要干什么，剩下的人去将何树抓住，打一顿，扔到何府角门。海棠面不改色地下去行事，林嬷嬷倒是有些意外，但她未语，只是轻轻给我揉搓小腿上的淤青。晚间，我躺在床上，想着今日2次遇到楼直的事情，这实在是太巧合了。我与楼直虽认识，但并不相熟，唯一有联系的就是楼直如今任职的地方是在我爹的军营里，还有今日楼直对何树说是我爹让他送我去青山寺的，这绝对不可能。楼直的官职虽然没有我爹大，但是他还有另一层身份，安亲王世子。我爹除非是脑子塞驴毛，才会让楼直送我。还有今天我去向楼直道歉，他却在那舞刀，不早不晚的时候，一个武将怎么会突然舞刀呢？但是这不能绝对，说不准楼直就喜欢这个时间点来舞刀也不一定。想着想着，我就睡着了。半夜，海棠和林嬷嬷突然跑进来将我摇醒，主子，快醒醒，青山寺旁边的山头上着火了，主持说火势很大，让我们先从寺内出去。我猛地从床上坐起，我娘的往生牌位呢？我娘的往生牌位立在了青山寺，这也是我那么多年年都来青山寺的原因。海棠对我点了点头，主子放心，奴婢刚得知起火的消息的时候，就已经让我哥哥去将夫人的牌位请来了，如今正在小莲怀中。等到我出了院子，就看到早已等在暗处的崔九。我带着人走去的时候，崔九给我见了礼。我有些惊讶，崔九叔怎么亲自来了？崔九笑了笑解释道，大小姐想让人揍和二公子一顿，我不放心手底下的人，就亲自动了手，顺便想来看看小姐，却没想到遇到了这样的事情。车马都已经准备好了，天色虽晚，但是我已经让人去庄子上准备了，咱家的庄子离青山寺不远，一会儿就到了。我点了点头。好，何树呢？已经按照小姐的吩咐送到了何家的角门。打得狠不狠？让他疼，却不会让何夫人流眼泪的地步。我点了点头，崔九叔做事自来是最妥帖的。我向主持告了别，准备去自己庄子时，遇到了同样站在外面的楼直。楼直主动上前来问我，不知道崔小姐可有去处？崔家有个庄子在附近，我准备过去。楼直闻言，不知可否也让楼某前去借住一晚。他的眼神很真挚，再加上今日他帮了我，我实在是无法拒绝。直到我们走到了马车旁，楼直突然说想要和我一起乘马车。我嘴角的笑有些僵硬，世子，这不合规矩。楼直没了白日里的温和，他的态度有些强硬。楼某今日身体不舒服，不能骑马，况且楼某坐马车正好可以解崔小姐之祸。我明白了，他发现了我派去监视他的人。我让林嬷嬷将车帘打开，车内虽然只余我与楼直，但到底外面有人能看到车内的情况。楼直的嘴角一直带着笑意，他在等我先开口。我心里叹了一口气，
贸然派人去世子身边，是我的不是。没关系。楼直的态度，我实在是有些摸不清楚。不过，崔小姐，如果你有什么想要问我的，可以直接问我，我对崔小姐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。我抬眼撞进楼直晦暗不明的目光中。世子今日为什么会来青山寺？楼直似乎像是一早就知道我要问他这个问题似的，他没有任何停顿，直接说，因为着火的那个山头上的火是我放的。我下意识皱了皱眉头。楼直轻笑一声，崔小姐莫要皱眉头，我只是剿匪而已，收尾的时候无意中碰到了烛火，引发了火灾而已。楼直话锋一转，不过崔小姐不用担心，我已经让人去灭火了，并未有寻常百姓身亡。这是我第一次正视楼直这个人，他很危险。这里是京都，我来的寺庙是青山寺，距离京都不过20里地，甚至距离我爹所在的军营不过10余里，这边的山上怎么可能有匪徒？或许是我的表情太过严肃，楼直也收起嘴角那漫不经心的笑意。他提醒道，崔小姐，有的时候装傻是个聪明的选择。我不轻不淡地对楼直笑了笑，未再言语。等到了庄子的时候，楼直突然说，崔小姐送来我身边的那2位，我已经平安送回崔府了，小姐切莫担心。说完，他头也不回地走了。海棠问我，主子，楼世子是发现了我们的人吗？是。那世子为什么要跟我们来庄子上？借住吧，先回去休息吧。第2日，我从庄子上醒来的时候，楼直竟然还没走，他带着身边的侍卫在庄子上闲逛。等到发现我站在一旁的时候，楼直自然地走上前来，并邀请我一起用早膳。崔小姐，一起用早膳吗？我有些不明白楼直到底想要干什么，这不符合规矩。有什么不合规矩的？不过就是吃一顿罢了。这顿早饭到底是和他一起吃上了。刚吃完饭，我们还没下桌，崔九就进来说，何二公子来了。何树，他来干嘛？崔九闻言起身让开，我的视线里出现拿着马鞭快速向我走来的何树。他一脸怒气，一开口便是，崔瑜，是不是你让人打的我？好家伙，原来是来找我算账了。我冷笑一声，准备开口，就听见何树大叫，崔瑜，你怎么和楼直在一起吃饭？我真的是累了，甚至不想搭理他。楼直突然伸手给我添了一碗饭，他还对我笑了笑。我只感觉到楼直此举是故意的，因为我们俩已经吃完了，只等下桌了，此时他却故意给我盛饭，意图再明显不过。他在激怒何树。果然下一刻，何树炸了，崔瑜，你不守妇道，你是我的未婚妻，你为什么要和他一起吃饭？他还给你盛饭。何树的话让我非常不爽，还不等我反击，楼直就开口了，何二公子还是少年啊，我和阿鱼在一起吃饭，自然是我想要和他一起吃饭啊。再说了，何二公子说阿鱼不守妇道，这简直是滔天的栽赃。楼直停顿了一下，看了何树一眼，继续道，况且何二公子的消息实在是落后，难道不知道此时崔将军已经在何家退了你与阿鱼的婚事了吗？与何树一同变了脸色的人还有我，我和何树罕见的同频。什么？何树在惊讶我爹给我退了婚事，而我却在惊讶楼直为什么会比我还先知道我爹给我退了婚的消息。何树显然也反应过来，他不可置信地望向我，质问道，崔瑜，你竟然敢这样做，你就不怕我娘伤心吗？闻言，我想扇何树，但我忍住了。如果姨母知道你对我说我故意赖着你，想要嫁给你，靠着那我早死的娘一直缠着你的话，后果就不需要我对你说了吧。何树显然记得他曾经说的这句话，他有些心虚，但随后又像是反应过来似的质问我，你为什么要让你爹退婚？何树的无理取闹真的让我的耐心消失得干干净净。海棠，将何二公子送出去。不等何树大叫，我就告诉他，至于为什么要退婚，你回家去问问吧。送客。送走何树后，我觉得世界都安静下来了。此刻我终于知道为什么每次见到何树心里都不开心了，因为我真的很烦他这种幼稚又无聊的人。我闭了闭眼睛，缓解一下心情，转身看向楼直。世子，
不远送。楼直似乎是没想到我会直接开口赶人，他愣了一下后站起身告辞。楼直刚走，海棠进来说继母身边的徐嬷嬷来了。我原本以为是继母知道了昨日青山寺旁边山头着火的事情，派人来看我，却没想到说的会是楼直的事情。嬷嬷是说何树换亲的事还有隐情？徐嬷嬷点了点头说，和二公子来崔家送中秋节礼的前一天，和苏郡王家的小公子去了一个诗会，在诗会上和二公子因为被有人调侃亲事，口不择言下说出了不想和崔家结亲的想法。就在那时，诗会上有人说崔家有二女，长女不行，还有次女。后面苏郡王家的小公子又有意撺掇和二公子，故第二日和二公子才会上门做出想要换亲的荒唐事。徐嬷嬷说完这些后，接着转达了继母的话。夫人说，让大小姐要记得，一个人突然出现在你的身边，那他一定是对你有所图谋。夫人还说，最近是先夫人的忌日，您可以在这庄子上小住几日。将林嬷嬷送走后，我让崔九去帮我查一点事情。晚饭前，崔九回来了。小姐猜得不错，您去军营找老爷的那一日，娄世子原本是要去随山的，随山正是昨晚着火的那个山头。中途不知道是发生了什么事情，娄世子去了趟军营，还站在门口和小姐说了几句话。小姐刚走没多久，娄世子也开始前往随山。更巧合的是，娄世子正好遇到了和二公子在路上纠缠小姐，后面的事情小姐已经知道了。还有苏郡王家的小公子和娄世子交好。小姐还有什么需要我去做的吗？没有了，多谢崔九叔。海棠送走崔九回来后，发现我还在看着书发呆，他伸手给我捏了捏肩膀，宽慰道，主子，即使娄世子有所图，我们也不怕，孙嬷嬷已经来信了，他后日就会到京都了。听到孙嬷嬷后日就要回京了，我有些高兴。当真？真的，主子，孙嬷嬷还送了封信回来，奴婢刚刚拿到。我打开信，孙嬷嬷说的很少，除了关心我的身体外，后面只有一句话，是已妥。我将信捂在胸口，由衷的开心。真好。孙嬷嬷回来的那日，带回来的还有舅舅的亲笔信。我爹看着我舅舅的信，有些不可思议。你舅舅说让你去他那边过些日子。对。那过多少日呢？你今年已经17了，如今又退了和何家的婚事，你也该重新说亲了。我微微低着头回我爹。舅舅已经很多年没见过我了，他如今提出想要见我，我是想要去的。爹，至于婚事，实在不行，您就看着办吧。我爹似乎是没想到我会这样说，我没给他继续开口的机会。如果您看中谁了，就去问问我娘，我娘要是愿意的话，她肯定会给您托梦的。最后我爹还是答应了下来。出发那日，我爹非要让崔九带着人将我送到舅舅那，继母也准备了很多给舅舅家的礼物。临出发前，我的妹妹弟弟有些难过。君越抱着我说，长姐，我和君仙在家中等长姐回来。我抱了抱他，回好。车马出了城，我终于放松了下来。孙嬷嬷看着我的样子，有些责怪地拍了拍我的腿。我的祖宗啊，你这一出真的办的是非常的漂亮啊，简直滴水不漏。我笑了笑，上前抱住孙嬷嬷的胳膊。还是嬷嬷做的最多。在我到第一个驿站停留休息的时候，我怎么也没有想到会在这里见到娄直。他似乎早就在这里等着我了。看到我来，他没有一点惊讶。崔小姐，好巧。我不想说话，真的一点也不巧。娄直也没在意我的冷淡，反而有些邀功似的问我，崔小姐不是应该感谢一下我吗？感谢什么？感谢我将退婚理由送到你的面前啊。真的是娄直所为啊。我晦暗不明地盯着眼神灼灼的娄直，问他，你想做什么？娄直上前一步，小声说，在下觊觎崔小姐已久，世子莫非是登徒子？娄直轻笑一声，阿谀，在你让孙嬷嬷前往漳州置办房产的时候，我就猜到你要做什么了。我暗中推波助澜一把，既是成全你，也是成全我自己。我眯了眯眼睛看向娄直，语气不善地道，如何成全你自己？阿谀可能还不知道，漳州如今是我的封地，我们正好同路，
不出意外的话，说不准我们还是邻居呢。我被楼直气笑了。楼直，你的心机可真深啊。楼直未语，只是静静地看着我。他突然很认真地说：崔小姐，人总要努力争取一下自己渴望的一切，你在争取逃离京都，而我在争取祈求你能看一看我。我问，为什么是我？楼直想了想说，或许是一见钟情吧。我嗤笑回道，曾经有人给我取了个虞美人的戏称，难道楼世子也是这样肤浅的人？楼直机不可察地笑了笑，未语。后来我在漳州住了半年，我爹时常派人来接我回京，而楼直也真的成为了我的邻居。这半年里，楼直像是狗皮膏药似的一直站在我身边。在又一次打发我爹的人后，我向楼直提议道，不如我嫁给你好了。楼直怔住后，目光热切地看向我，良久后他才开口，我以为我这辈子都无法成全我自己了呢。后来我和楼直成婚的时候，我爹说他梦见我娘了，我娘也点头答应了这件婚事。又一年冬，落雪不停地将一切染成白色，我窝在楼直的怀里问他，你到底是什么时候喜欢我的？楼直轻轻吻了我一下。崔将军有次将我们带到崔家，我路过后花园的时候，看见你自己一个人坐在秋千上，秋千没有晃动，你也没有笑。不知道为什么，那一眼我就知道你在崔家是不开心的。后来我又去过几次崔家，你都是那样，干什么都不笑。再后来我才知道你已经和何家定亲了，我愁苦很久呢，直到我的人无意间发现你让孙嬷嬷来漳州，我偷偷地查了一下，猜到了你的心思。我接过楼直的话，所以你后面设计了何二。楼直说，即使我不设计他，你也会自己想办法退婚的。阿瑜，你能知道自己想什么，并为之努力，这很好。我伸手摸了摸他的脸，笑道，你也是啊。全文完，达达听书，感谢您的观看，每天上新精彩小说，喜欢就订阅吧。